好消息，我重生了。坏消息，上辈子不认我的全家和我一起重生了。看这架势，是怕我再次上门认亲，克死他们疼爱的假千金吧？他们千防万防，恨不得我去死。可他们不知道，这一世我不打算认他们。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救了我，想要什么补偿尽管提。和上一世一样，我推开了失控车前的傅老太太，成了她的救命恩人。我是你们的亲生女儿。你心肠怎么这么歹毒？你个丧门星！我绝不认你这个恶毒妹妹。孩子，说话呀！想要什么补偿？傅老太太，您也受了伤，探病不急于一时啊。是啊，您还是别这么快下地的好。他们探望是假，阻止我认亲才是真。这刻骨的恨意让我更加确定，他们也重生了。我什么时候探病还要顾家批准？别理他们，先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？刘安宁。安宁，好名字。你受了这么重的伤，想要什么补偿尽管说，等你的家人来了，我再和他们好好商量。刘小姐，你可别仗着救命之恩就狮子大开口啊！顾林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他可是实打实救了我的命。老夫人，您别被她楚楚可怜的模样骗了。底层女孩为了往上爬，什么做不出来？看你现在最严重也就是个轻微脑震荡，要是提出的要求太过分，只怕你承担不起后果。我们顾家好心提醒你，别以为瞎猫碰上死耗子救了人就能敲诈。做人最好懂分寸。这就是我的血亲，哪怕我什么都没说，他们依然把我当成最卑劣的敲诈者，生怕我抢了他们宝贝女儿的位置。我以为心早死了，可没想到重来一辈子。听到他们毫不顾忌体面的威胁，居然还是会觉得一阵难以忍受的绞痛。为这种彻头彻尾的偏心感到难过、委屈，真是不值得。一个小女孩能提出多过分的要求，真是勾起了我的好奇心。副总，醒了？哪里不舒服？传闻狠辣的太子爷竟这么好脾气，除了头疼，别的还行。顾总，你们这又是唱哪出？为何阻止老太太报恩？副总误会，我是怕老太被骗，一时心切说错话。真是对不住，我看这小姑娘长得挺面善啊。顾总刚才那番防备，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。是，副总您教训的是我失言了。前世我真是太傻了。那时候的我沉浸在马上能认回亲生父母的喜悦中，却根本没发现他们4个人抱作一团时，看我的眼神里只有居高临下的厌恶和毫不掩饰的嫌弃。在他们眼里，我不过是个妄图破坏他们家庭幸福的垃圾。既然如此，这辈子这恶心的亲情我不要了。安宁，好孩子，你想要什么？房子、车子，还是想出国留学？你尽管开口，不用不好意思。老太太我别的本事没有，钱还是攒了一点的。傅老夫人，我是个孤儿，我从小在福利院长大，没有家人，没有背景，连大学学费都是靠助学贷款熬过来的。我大学学的是服装设计，一直以来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进傅氏集团的设计部。如果傅老夫人真过意不去的话，能不能给我一个去傅氏实习的机会？她大概怎么也没想到，我这次居然没有哭着求傅老太太帮忙找亲生父母，
而只是要了一个进复试实习的机会。你这孩子救了老太婆的命，就提这种要求，实习什么实习？下周一你直接来复试上班，我让阿燕给你亲自办入职。设计部正好缺人，你从助理做起，能不能转正看你自己的本事。但傅家绝不亏待救命恩人，你以后的住宿费、通勤费、生活费我都包了。傅老夫人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的。别叫我傅老夫人，叫我奶奶。你要是愿意，以后就当我是你亲奶奶。当我是你亲奶奶，这句话就像一根看不见的针，轻轻扎在我的心口。上辈子我卑微到了尘埃里，拼了命的想在顾家喊一声妈，可是没人愿意听，没人愿意多看我一眼，真是讽刺。这辈子我彻底死心不喊了，反而有人上赶着要当我的亲人，大概觉得我在玩欲擒故纵的把戏吧。可惜我单纯觉得这家人恶心，这辈子垃圾亲人我不要了。安宁，奶奶折腾不起，先回去了。顾总，今天的事下不为例。听说了吗？傅老夫人亲自把那个福利院的孤儿安排进设计部了。老夫人也真是老糊涂了，居然亲自把那个福利院出来的孤儿安排进总部，听说还是副总亲自领人入职的。就是个没背景的野丫头，估计穿件像样的礼服都费劲，等会儿指不定多丢人呢。天哪，全场都安静了。不是因为她多漂亮，这张脸怎么跟顾家夫人年轻的时候长得一模一样？她当然慌，只要有人去查，她的身世就会曝光。上辈子是我求老太太帮忙去顾家认亲，却被打压了一辈子。这辈子我什么都不做，就让真相自己浮出水面。安宁，我怎么觉得你长得有点像林？傅老夫人，听说您最近身体不太好，我特意让人从长白山带了只极品野山参。顾总有心了。图片3这做贼心虚的反应太明显了。晚宴继续进行，但我知道怀疑的种子已经在老夫人心里埋下了。顾家想掩盖的真相，早晚会破土出生。这是傅艳离私人团队化的妆，底妆清透，口红是低调豆沙色。说实话，我从来没这么光鲜亮丽过，上辈子没有，这辈子也没有。我还没来得及享受这种被精心呵护的感觉。安宁姐姐，你今天真漂亮，这身衣服真适合你，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。刚才在里面我都没敢认呢。她笑得多温柔啊，可上辈子就是这张温柔的嘴吐出过最狠的字眼，把我逼上绝路。这种毒辣真让人作呕。谢谢。衣服确实是好衣服，只可惜高定礼服也得看看在谁身上。底子太薄，骨子里的东西是几件名牌撑不起来的。这就是我的亲生母亲，她看我的眼神，就像在看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垃圾，充满了高高在上的厌恶和嘲笑。安宁，这身衣服谁给你挑的？宝格丽的高定确实不错，但这种缎面很挑气质，不是什么人都能撑得起来的。妈，您别这么说，安然姐姐穿得很好看呀。好看是好看，但总觉得差了点什么。那个笑容我太熟悉了，上辈子她每次施舍给我一个眼神的时候，都是这个表情，厌恶、嘲笑。妈，您什么意思呀？可能是骨子里带出来的东西吧，后天再怎么包装也没用。血统这种东西是刻在骨子里的，一个孤儿院长大的孩子，再怎么穿金戴银，骨子里还是透着土气。这不是他的错，是基因决定的。我不难过，我只是觉得愤怒，极致的愤怒，
愤怒到想笑。这个女人，我的亲生母亲，上辈子对我见死不救的女人，这辈子站在我面前嘲讽我血统不高贵，骨子里透着土气。她忘了我是她肚子里生出来的。顾太太，那您觉得这土气是遗传了谁的基因？妈，你小声点儿，安宁姐姐会听到的。听到就听到了，我说的又不是假话。婉儿，你要记住，一个人的底气是要靠家族，靠从小到大耳濡目染的熏陶，这些东西不是一朝一夕能补上来的。如果我是土气，那他这个鸠占鹊巢的冒牌货算什么东西？顾婉儿这副茶言茶语的做派，真让人作呕。安宁姐姐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妈妈说话比较直。她说的没错。她这是在挑衅吗？怎么回事？她不是应该被羞辱的气急败坏吗？怎么会顺着妈妈的话说？我说，她说的没错。既然你们这么喜欢谈论血统高贵，那我就陪你们好好聊聊。今天我要把你们引以为傲的遮羞布当着你们的面一张张撕碎。血统确实是刻在骨子里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别在这里阴阳怪气。但有意思的是，一个人的血统不是看他被谁养大的，而是看他是谁生的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他知道了什么？不可能！林阿姨，您说一个孤儿院长大的孩子，骨子里透着土气，那您有没有想过，万一这个孤儿院长大的孩子其实是您亲生的呢？那他的土气是不是要从您身上找原因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没胡说，我只是按您的逻辑推理。您不是说只有凶手才会知道细节吗？您说血统决定一切，那如果我是您的亲生女儿，我的血统就跟您一模一样，我是什么样，您就什么样。我土气，您就不高贵；我骨子里透着什么，您骨子里就透着什么。看着这位高贵夫人狼狈的模样，我心里没有快意，只有深不见底的讽刺。上辈子就是她用最轻蔑的姿态把我踩进泥潭。开个玩笑而已，毕竟我一个孤儿院出来的，怎么可能是您亲生女儿呢？安宁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跟妈妈说话？妈妈她不是那个意思。本来我已经想放他们一马了，但顾婉儿非要把这杯茶泼到我头上来，那我也懒得再忍了。那她是什么意思？她亲口说我土气，说我血统不高贵，说我们这种在孤儿院长大的孩子骨子里低人一等。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这世界上有很多孩子不是自己想成为孤儿的，他们被抛弃，被命运捉弄，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好，而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不够负责任。如果这算是血统不高贵，那不高贵的也不是孩子，是抛弃他们的父母。这出戏我看你们还能怎么唱？装的真像，但我知道用不了多久，这朵楚楚可怜的小白花就会把刚才的对话添油加醋的传遍整个晚宴，让我彻底声名狼藉。说得好。副总，他的动作很轻，掌心的温度透过布料传来，但莫名带着一种绝对的保护欲和极具压迫感的宣示主权意味。顾夫人，我刚刚好像听到您在评价我妹妹的血统。副总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什么？只是觉得你口中那种出身的孩子不配穿高奢品牌的高定。不是。那您觉得什么样的孩子配？血统高贵的，家族显赫的，从小到大被精心培养的，像你女儿那样的。他的目光落在顾婉儿身上，从上到下扫了一遍，跟刚才林婉清看我的眼神一模一样，但他开口说出来的话比他狠100倍。我倒觉得一个人是不是高贵，不是看他穿了什么，戴了什么，姓什么，而是看他在别人落难的时候是拉一把还是踩一脚。护上护短护的也太明显了，这可是当众打脸啊！顾夫人，之前我妹妹救我奶奶差点被车撞死的时候，我也在现场，我清楚地看到了，您当时站在人群里，脸上居然带着笑。您是在笑什么？副总，您误会了，妈妈她当时只是……我没问你。林总，我在等您的回答。上一世
他们就是用这副伪善的嘴脸把我逼上绝路。现在终于让他们尝尝被逼到绝境的滋味了。副总，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，我只是莫名觉得安宁这孩子跟我们顾家有些渊源，我是在关心她。关心？您关心的方式就是嘲讽她骨子里透着土气。顾夫人，有件事我觉得有必要提醒您。安宁现在姓傅，是我傅家的人。你说她的血统不高贵，就是在说我傅家的血统不高贵。你说她骨子里透着土气，就是在说傅家骨子里透着土气。这个话，您敢再说一遍吗？副总，对不起，妈妈她绝对不是那个意思，求求您千万别生气。我没有生气，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。安宁是我傅家的人，谁动她，就是动傅家。林总，这句话您最好牢牢记住。走吧，奶奶在找你。好。上辈子他们就是用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把我踩进泥潭里，现在看着高贵的亲生母亲被吓破了胆，我竟然一点都不觉得可怜。你没事吧？从小到大，南京话我听多了，这算什么？前世在顾家更恶毒的辱骂我都听过，我早就不在乎了。可被他这样看着，鼻子竟有些发酸。他们对你说的话，我全部都听到了。他听到了，所以刚才的震怒全是在为我讨公道。你刚才一个人面对他们，就不怕吃亏？我知道，你进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你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叫我？我想自己解决，我不可能一次靠你撑腰。那个笑容跟他平时的那种礼貌疏离的笑不一样，带着一种我说不上来的温度。你跟我认识的所有女孩都不一样。如果是别人被林婉清那样指着鼻子骂，要么哭那么闹，要么当小贩，但你不一样，你站在那里不卑不亢，他说的话原封不动的还给他。你是怎么做到这么冷静的？怎么做到？当一个人被亲生母亲生生逼死过一次，这点言语的刀子又怎么戳得透我早已死透的心？可能是因为他的话我上辈子就听过了，那不仅仅是一句玩笑，却如死水般平静。那是前世无数个血液里我拿命熬出来的血液。安宁，以后有我在，不会让任何人再这么说你。这句话他说得很随意，就像在谈论今晚的月色。但我知道傅艳离这个人从不随口一说，脑子里全是他在露台上挡在我身前的样子，他的手搭在我肩上的重量，他冷语警告顾家时的语气，还有他低头看我时眼底的那种光，那种光不像是看一个妹妹。不可能的，他是傅艳离，傅氏集团的总裁，京城最年轻的商业帝国掌权人，而我不过是一个被他奶奶收留的孤儿。刘安宁，别自作多情了。刘小姐，这是傅总特意嘱咐，让我一定要交到您手上的。傅总给我的。这条丝巾，这条丝巾好漂亮。我当时指的明明是旁边那位女士脖子上的丝巾，我真的只是随口一说，连我自己转头都忘了，但她居然记住了，心跳快得不像话，有些东西好像真的不一样了，会是我的错觉吗？宴会上我就觉得太巧了，一个孤儿长得那么像林婉清，我想报恩，顾家死活阻拦，顾家母女又多番刁难安宁，换谁都会多想。好个顾家，亲生骨肉都能扔。艳离，来见我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安宁，有件事我想让你知道。安宁，你的身世可能不是孤儿那么简单。这份查明我身世的报告迟到了整整2辈子。什么？20年前，顾家夫人在仁济医院生产，同一天，顾家保姆也生了个女儿。保姆为了让自己女儿过上好日子，把2个孩子调了包。
你是顾家的亲生女儿，而顾婉儿是保姆的女儿。做了20年的孤儿，得知自己是真千金，他一定会激动的想相认吧。所以呢？他居然这么平静，完全不像刚得知身世的反应。所以，你不想回顾家？回顾家？副总，你觉得顾家想认我吗？他当然知道顾家的态度，豪门里脸面永远比血脉更重要。顾灵不知道哪里探查到了消息，这些天一直在想办法压下这件事。林婉清更是四处托人截住结果，他们宁可养一个假千金，也不愿意要我这个真女儿，因为他们怕丢脸，怕被人说养了20年的女儿是个保姆生的冒牌货，更怕顾婉儿的身世曝光，顾家在圈子里就再也抬不起头。至于我，他们从来没考虑过我的感受，前世的痛我早就受够了。我不想回顾家，我柳安宁这辈子就一个人。那你想不想嫁来傅家？什么？奶奶说，如果你愿意，她正式收你做干孙女，不是只是口头上的那种，是写入族谱、有继承权的那种。写入族谱，有继承权，傅家这是要给我一个真正的身份。上辈子我跪在顾家冰冷的铁门外磕了3个响头，这辈子我不求了，反而有人要给我一个家。谢谢奶奶，谢谢副总。别叫副总，奶奶让你叫我哥哥。上辈子受的那些苦，好像也不是全无意义。至少这辈子，我知道谁值得珍惜，谁应该远离。好奇的、审视的、冷漠的，还有最直接的敌意。早啊，大家！这几天手里一直没实活，除了看入职资料，就是帮别人改文件格式。陈总监，我手头的事儿做完了，想找您要些任务来做。服装设计专业，应届毕业生，之前没有任何工作经验。是。嫌没活干是吧？这些是去年的归档图纸，按时间顺序重新整理好，今天下班前必须交给我。总监，这是别人至少1周的工作量，做不完就别下班。因为是空降进来的，我在公司的人际关系处处透着微妙与排外。这次新来的那个，嘘，听说是傅老夫人亲自安排进来的关系户，长得也不怎么样嘛，怎么就被看上了？谁知道呢？听说是个孤儿，在福利院长大的，怪不得气质那么土。孤儿、土气，这些字眼，哪怕重生一次，依然像生锈的刀子一样扎人。你看到陈总监给他的任务了吗？去年的归档图纸3天都整理不完，陈总监让他今天下班前交，明显是在整他。活该，谁让他是个空降兵？我们当初都是笔试面试好几轮才进来的，他倒好，一句话就进来了。听说他跟傅老夫人关系不一般，是救了傅老夫人的命。救命的恩人给点钱打发了不就完了？非要塞到我们设计部来，这不是拉低我们部门的水平吗？就是一个福利院出来的，能有什么专业能力？福利院，又是这3个字。上辈子，这3个字是顾家人刺向我的刀，这辈子，他成了这些人践踏我尊严的垫脚石，绝不会再任由任何人看扁。你们好，我听到了。我不是故意偷听的，是你们声音太大了。不过你们说的对，我是空降的，
没有经过扁试面试，在你们看来不公平。第一，我的专业能力怎么样，你们说了不算，作品说了算。第二，我确实是从福利院出来的，但这不代表我比任何人差。两位如果对我的能力有质疑，欢迎在工作上跟我较量，在背后说人坏话，挺没意思的。他怎么敢这么狂？接下来的2周，我的日子更难过了。陈敏给我安排的任务越来越离谱。最过分的一次，他让我把设计部整整3年的废旧样品全部重新拍照归档。他想看我崩溃，逼我主动辞职，但我没有抱怨一句。我每天第一个到，最后一个离开。前世被亲生父母冷眼旁观濒死的那种痛，才是真正的绝望。这点重压连挠痒痒都不配，想让我低头认输，绝不可能。终于，陈总监，3000件样品全部归档完毕。哼，既然你这么闲，把这些客户资料整理出来。至于同事关系，就更不用说了。没有人愿意跟我说话，也没有人跟我吃饭。听说新开了一家日料店，我们一起去尝尝。好啊，走走走。安妮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？安妮，去吃饭吗？叫他干嘛？陈总监交代那么多活儿，别惹麻烦。没关系，上辈子高烧39度被顾家关在门外，更难的死局我都闯过来了，这点排挤算什么？安宁，奶奶，您怎么来了？开完董事会来看看你。你就吃这个啊？中午不太饿。不饿？你这孩子，工作再忙也得好好吃饭。三明治有什么营养？你看看你。我来捡。这是什么？陈总监安排的整理。3000件，实习生1天的工作量，难怪你连热饭都吃不上。堂堂副市就是这么欺压新人的。你们设计部的人呢？活全压在新人头上，别人都去哪儿了？老夫人，大家都去聚餐了。好得很，老员工去聚餐吃香喝辣，留我富家孙女在这里啃冷三明治。奶奶，您别生气，是我自己想多学。你别说话，今天这事儿奶奶管定了。去，给陈敏打电话，让他5分钟内滚来见我。你们中午都吃什么？我们去楼下餐厅吃的。那他为什么不去？谁是设计部负责人？老夫人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你就是设计部总监？是，我是陈敏。陈总监，安宁来公司3周了，她的工作表现怎么样？安宁工作很努力，很认真。努力、认真。一个新人，你给他安排了多少工作量？他桌上那摞文件比旁边3个人的加起来都厚。老夫人，您误会了，这是正常的任务分配。正常？我在商场上混了50年，什么正常没见过？一个空降进来的新人，没有背景，没有人脉，被老员工排挤，被上级穿小鞋，这种正常，我见的比你多得多。
前世在顾家，我咽下过多少这样的正常？他们说这叫规矩，叫磨练。可是现在，这位没有血缘关系的奶奶，却一眼看穿了所有的龌龊，挡在了我的面前。这真的是巧合。我看你是欺负他背后无人，你们听清楚了，柳安宁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奶奶竟然直接挑明了，她是要把我的靠山晾在所有人面前。现在，我看谁还敢说这是正常？安宁是我亲自安排进来的，她救过我的命，她能不能留在傅氏，凭的是她的本事，不是你们的排挤。谁要是觉得她不够，可以去副总那里举报，也可以去我那里投诉，但别在背后搞小动作。搞小动作的人，傅氏不欢迎。奶奶每一句话都像重锤，狠狠砸在这些人的心口上。奶奶，您怎么来设计部了？不需要任何人解释，他只看了这一圈，立刻就全明白了。我来看看，你妹妹是怎么被你们公司员工欺负的。阿燕，你这个哥哥是怎么当的？连自己妹妹都照顾不好，你还能干什么？他眼底有心疼，甚至还有一丝隐忍的不满。他是觉得我受了委屈，为什么不告诉他吗？奶奶，真没人欺负我，我只是今天不太饿。你别替他们说话。安宁来3周了，你有没有问过他适不适应？有没有请他吃过一顿饭？你是他哥哥，你就这么照顾的？奶奶，是我疏忽了。安宁，委屈你了。真的不委屈。你明天安排人专门照顾他，中午带他去吃饭，加班过8点亲自送他回家。听到了。堂堂副氏总裁被奶奶训得像小学生，我差点笑出来。这些都是你做的？陈总监安排的基础工作。3周时间，你一个人处理了过去5年的废弃图纸，还归档了3000件样品，整个设计部一个季度的杂活全压在你一个新人头上。他看懂了，看懂了我这3周没日没夜通宵硬扛的委屈。好一个正常分配！我看陈敏是做总监位置太久，连规矩都忘了。不行，如果他今天冲进去把陈敏开了，那我永远都只是个靠后台上位的关系户，再也没人会真正认可我的能力。哥，等一下！陈敏让你一个人做的。3周的图纸，3000件样品归档，5年客户资料，这是新人的工作量。我能撑过去，一定能。上一世我被顾家踩在烂泥里，哪怕冻死饿死也从未屈服。这一世我绝不会变成温室里经不起风雨的废人。所以请让我自己处理这些事，好吗？你这脾气，简直跟奶奶一模一样。3周图纸，3000件样品，5年资料。陈敏，你以为这就能压垮我吗？好，听你的，但有一点。什么？中午别吃三明治了。我让餐厅每天送餐，你想吃什么直接点，记我账上。不用，不用拒绝。
你说不想靠关系上位，但吃哥哥几顿饭不算靠关系吧？他用哥哥压我，我竟无法反驳。好好工作，证明给他们看。副总刚才摸他头了！天哪，副总什么时候对谁这么温柔过？她真的是副总妹妹，不是干妹妹吗？没血缘的。嘘，小声点。别多想，她只是把你当妹妹。可为什么心跳快得这么不像话？这1个月，陈敏安排了几乎不可能的任务，3000件样品拍照归档，还有成堆的旧图纸，想让我知难而退。我不但按时间顺序整理完毕，还顺手做了电子索引，以后查任何图纸只需3秒。至于那3000件样品，细节我都烂如于心，并建成了这个数据库。这是我站稳脚跟的第一步。1个月就弄完了，别是乱填的。不仅是数据录入，隐藏在数据背后的偏好趋势，才是我破局的底牌。这份数据分析报告真的是你做的？是的。这些数据分析方法你在哪里学的？简历上可没有。大学自学的，我觉得这对设计工作会有帮助。下周1，设计部有个新人设计比赛，前3名可以直接转正，你想参加吗？前3名转正，这就意味着我终于可以拿回属于我的画笔，这是我夺回设计师尊严的唯一机会。想好，我帮你报名。哎，陈总监破天荒把他叫进去说什么了？听说是给他报名了新人设计比赛啊！新人比赛有没有搞错？那可是给名校毕业生准备的。他一个福利院出来的孤儿，连正经设计图都没画过几张，去凑数吗？谁知道呢？说不定想借机证明自己有实力呗。证明自己？比赛评委可都是行业大哈，人家看的是作品，不是关系。到时候交出一堆垃圾，丢人的还不是他自己。福利院孤儿，关系户。上一世，我被这些标签压得抬不起头。这一世，你们越看不起我，我越要踩在你们头上。只看作品是吧？那就睁大眼睛看着，这场转正生死战，我凭什么赢？比赛不分资历，只看作品，这是我证明自己的最好机会。这次主题是东方美学与现代时尚的融合。我敲定了宋瓷作为切入点，宋瓷讲究天青、粉青、梅子青，那种温润的色彩和极简线条，能与现代时尚完美融合。为了这3块展宝上的成衣设计图、面料方案和工艺说明，过去的2周，我几乎把命填在了公司。设计图画了无数版，推翻撕碎，重来。面料我亲手选了几10种。跑了无数市场，最后才敲定5家供应商。工艺方案写了又改，改了又写，直到最后一刻才敢最终定稿。评委是行业内的3位顶尖设计师和高管，每人10分钟展示时间。我排在第5个，前面的4个全都是名校毕业。不愧是名校毕业，作品成熟，专业度无可挑挑。今年水平太高了，前4个都不错，压迫感真强。可不是嘛，某些没资历的，估计现在腿都软了。下一位柳安宁。各位评委好，我是柳安宁，我今天带来的是宋瓷系列。今天我要用实力告诉所有人，我不需要任何施舍。各位评委，这是我的宋瓷系列。宋代的瓷器是中国美学的巅峰，它的美不是张扬的、喧哗的，而是内敛的、含蓄的。我想把这种东方美学跟现代时尚结合，不是简单的堆砌传统元素，而是把宋瓷的气质融入到服装的线条、色彩和质感中。这是我熬了无数个通宵，从3000件样品里提炼出的答案。谢谢各位评委。
你那个面料在哪儿找的？天青色的质感简直太好了，是苏州一家小工厂定制的，我找了10几家才找到。你自己去找的？周末坐高铁去的。前世我连拿起画笔的资格都被剥夺，这一世，这是我打响的第1场战役。新人设计比赛的结果出来了，心跳得太快了，胸腔里震耳欲聋，所有的心血都在等这一刻。第3名李思雨，第2名赵佳怡。李思雨和赵佳怡都是名校毕业，得奖是意料之中。第1名柳安妮。肯定没他的份儿，一个关系户，懂什么高定设计，能跟人家名校生比吗？柳安宁的宋词系列，评委给了全票通过，3位行业评委都给了最高分，认为他的作品既有东方美学的底蕴，又有现代时尚的实穿性，面料选择和工艺方案都非常成熟。这是设计部近3年来第1个全票通过的新人作品。上辈子我被顾家打压，连展示自己作品的机会都没有。这辈子，我终于做到了。这眼泪不是委屈，而是一种彻彻底底证明了自己实力的释然。刘安宁，恭喜你，从下周一开始，你正式转正，成为富士设计部的独立设计师。谢谢陈总监。这一刻，我知道那些排挤、嘲讽都过去了，不是因为老夫人的撑腰，也不是因为傅艳离的照顾，是因为我自己的作品。他还没走，看起来像是在特意等什么人。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等你，奶奶让我接你回家吃饭，说你得奖了要庆祝。我别拒绝，奶奶亲自下厨做的红烧肉，你要是不去，她会生气的。重生的这一世，这种被人坚定选择的滋味，依然让我觉得不太真实。从顾家那个深渊爬出来，我原以为会一直孤军奋战，直到现在。安宁，你的宋词系列我看过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设计部的比赛结果出来后，有人把前3名的作品直接发到了行业论坛上。然后呢？然后你的作品被转发了上千次。今天下午有好几个知名品牌方主动联系富士，点名想跟你合作。合作？上千次转发？我以为我只是赢了部门比赛，我从未想过，这套熬了无数通宵的作品能引起这么大水花。所以，你不仅仅是证明了自己，你是让所有人都看到了你，看到了真正的你。真正的我，上一世无论我怎么努力讨好，顾家人只会骂我不登大雅之堂，他们蒙住了我的光。可现在他说，所有人都看到了真正的我，看到了那个靠自己也能发光的柳安宁。别为了过去那些看轻你的人哭，不值得。
我没哭。但这一次，安静里却多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昨晚车上，我偷偷看着他单手握方向盘的侧脸，他指节分明，下颌线锋利。上辈子我从没见过他，这辈子他是我的哥哥。但我越来越不确定，我想让他只是我的哥哥，还是……傅家收我做干孙女的消息轰动了圈子，顾家彻底慌了。他们害怕傅家查清了我和顾婉儿被调包的真相。这么正式的收亲仪式，意味着傅家不仅要做我的靠山，甚至准备对顾家动手。柳安宁，你到底要躲到什么时候？让开！我爸妈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，你凭什么不接？你攀上了傅家高枝，就不把顾家放在眼里了？你跟傅家到底什么关系？顾少，请自重，别用脏手碰我。你敢说这份声明不是你搞的鬼？傅老太怎么会平白无故收你当义孙女？你是不是故意让傅家去查我们的底细？他这张脸上透出的自私与傲慢，跟上辈子将我逼入绝境时一模一样。你说话，你是不是为了报复婉儿，故意把事情做绝？顾少，我需要查什么？我的身世，你们一家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你说什么？顾家那点令人作呕的盘算，我早就看得一清二楚了。我说，你们早就知道我是顾家的亲生女儿，你们所有人都知道顾婉儿只是保姆的女儿，你们全都知道，但你们就是不想认我，因为我不够乖巧，不够听话，不会像她那样讨好你们。因为我第一次出现在你们面前，就拿着 DNA 报告让你们丢了脸。因为你们养了顾婉儿20年，有感情了，在你们眼里，我算是个什么东西？安宁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们当时只是什么？只是觉得我揭穿真相的方式太粗暴，害得顾婉儿伤心，离家出走，负气出国。只是觉得我太贪心，想抢走她拥有的一切。你们有没有哪怕1秒钟想过那些东西本来就该是我的？姓氏、家庭、父母、哥哥，这些东西本来就该是我的。不哭，这辈子我发过誓，绝不在顾家人面前哭。他不再主动认亲，如此决绝，原来他也是重生的。我们恨不得甩掉的包袱，早在一开始就彻底放弃了我们。安宁，对不起，是哥哥错了，你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补偿你好不好？哥哥，上辈子我被踩在泥里的时候，这个所谓的亲生哥哥只会满脸嫌恶的让我滚远点。你不是我哥哥，我的人生里从来没有过哥哥。傅家给了我一个哥哥，他姓傅，不姓顾。安宁，你回来！你是顾家的人。顾家的人，这辈子我早就不稀罕了。傅老太太真把那顾儿当亲孙女了，排场真大。让开！今天我非要进去见柳安宁一面。抱歉，没有邀请函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我们是他的亲生父母和哥哥，凭什么拦？柳安宁居然是顾家亲生女儿，顾总，今天是我傅家的喜事，你们顾家的人跑来闹什么？老夫人，我们来接亲女儿回家，这有什么错？傅老夫人，安宁是我的亲生骨肉啊！我这个当妈的想见见她。又是这副嘴脸，想利用舆论的同情来逼我就范。这当妈的哭得真可怜，难道真有误会？你的女儿，你养过她一天，喂过她一口奶吗？她得了白血病，跪在公司门口求你借钱救命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看他这副吓破胆的模样，我心里毫无波澜。上辈子他对我见死不救时，可比现在冷些。傅老夫人，您怎么会知道这些事儿？他掌心的温度驱散了我所有的寒意。因为我都知道，我知道安宁上辈子是怎么死的。上辈子，他
他怎么会知道？我知道，他曾经跪在你们顾家别墅前磕了3个响头，你们连门都没有开。知道他一个人在医院走廊上高烧到40度，连护士都看不下去了，给你们打电话。而你们说他死不死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鳄鱼的眼泪真让人倒胃口。知道他拿着那张 DNA 鉴定报告找你们，却被当成骗子赶出门。我真的是你们的女儿，这是 DNA 报告。别拿这种假东西来脏顾家的眼，滚！那天大雨里的每一滴水都像冰锥扎进骨头，那份救命稻草被他们踩得稀烂。我们当时真的不知道，死到临头还想推卸责任，真以为一句不知情能抹平一条人命？副总，您信我，我们当时不知道他是真的，以为是碰瓷儿的骗子。不知道，那份盖着3甲医院公章的 DNA 报告，难道也是假的吗？不是，我们真的没有。那就是知道，你们知道她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，但你们不想要她，你们嫌她丢人，嫌她破坏了你们完美家庭的假象，嫌她逼走了你们精心培养的假千金。不，安宁，妈妈没有想让你死。你们明知道她是你们的骨肉，还是眼睁睁看着她去死，你们的心都太偏了。上辈子他们在病房外冷眼旁观的画面历历在目，这一声声质问，终于替我把委屈悉数剖白。顾家人的丑态真是可笑。别说了，副总，求你别说了。安宁，对不起，哥哥真的知道错了，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补偿你，好不好？不需要。安宁，你听哥哥说。我说不需要。顾少，看清楚了，我有新的家人了。我现在有奶奶，有哥哥，背后有整个傅氏撑腰，他们不会嫌弃我丢人，不会嫌我的身世配不上他们的门第，他们愿意认我，不是因为愧疚，不是因为血缘，是因为他们真的爱我。安宁，你恨我们对吗？不恨，我说的是实话。上辈子我确实恨过，恨到了骨子里，但这辈子我真的不恨了。因为恨一个人，需要把他们放在心上，而他们不配。安宁将获得傅氏20%股份，但入族谱的日子还得在意。入族谱在意？看着他这个眼神，我又好像隐隐明白了什么。好孩子，别急，族谱你肯定会入的，以后就是我亲孙女。哥。暂时先让你这么叫吧。安宁，我想跟你说件事。什么事啊？我也重生了。他也重生了，难怪他一次次精准的护着我。而且上辈子我见过你。上辈子那个下着大雪，我被拒之门外烧死在街头的雪夜里，他竟然见过我。那他当时为什么？我没有太过诧异，刚才他维护我、质问顾家的那些细节，如果不是重生，根本解释不了他为什么会知道的一清二楚。前世你跪在顾氏大楼门口的时候，我的车正好路过。我让司机停了车，看了你一眼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你手里攥着的是白化病的诊断书。
我本来想下车问你要不要帮忙，但一个紧急电话把我叫走了，我赶着去处理一个合同就走了。我让助理赶过来帮你，但他说他来的时候，你已经不在顾氏集团了。后来我听说，医院附近有个年轻女孩死了，我去确认过，是你。原来，在这个冰冷的世界上，上辈子也有人在意过我，只是那个人当时还不认识我。我让人查了你的资料，查到了顾家，查到了所有事。我后悔了很久，为什么那天我没有下车？这辈子不会再让你一个人了。哥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哥，谢谢你救了我，上辈子的我，还有这辈子的我。不用谢，因为这2辈子你都舍命救了我奶奶。不过哥，你之前在仪式上说暂时叫你哥，是什么意思？这个以后你总会明白的。这3年，顾家彻底没落了，甚至不需要傅家出手，他们自己就做到了头。顾婉儿身世曝光后，顾林被股东逼退，林婉清受刺激精神失常，整天疯疯癫癫地念我的名字。顾刘飞接手这个烂摊子，加上舆论反噬，股票暴跌，顾氏终于彻底崩盘。看他现在这副样子，竟然比我印象里他最落魄的时候还要苍老可悲。安宁，你过得好吗？很好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其实我妈住院了，白化病，她想见你一面。好，我答应，绝不是因为心软。她当年不要的女儿，现在过得有多好？安宁，妈妈对不起你。顾夫人，我不是来看你的，是来告诉你一件事。我上辈子死的时候，你在夏威夷度假。别拿这种骗子的事儿来烦我，我哪来的穷酸女儿？力道重点儿，继续做 SPA。听说顾氏集团一出事，顾婉儿就卷款跑路到国外了。你这辈子，终于轮到你尝尝被抛弃的滋味了。安宁，妈妈错了，迟来2辈子。有些人不值得原谅，不是不原谅，是不值得。听说他临终前一直在喊我的名字，但我没去葬礼。我们的孽缘终于彻底了断。刘总，国外的消息，顾婉儿千躲万躲，还是没躲过前世让她丧命的抢劫案，又没有任何仇恨得告的狂死，只有极致的抽离，眼神连一丝弧度都没有，也不在乎了。上辈子的血，这辈子还在。那个冻死在医院走廊上的夜晚，
那些跪在冰冷地面上的刺痛，那封被摔在脸上的 DNA 报告，不会因为一句妈妈错了就消失。所以，不原谅，也不回头。3年了，在富士设计部，我拼命熬夜画图，从独立设计师一路做到了设计总监。傅艳里总说我可以不用这么拼，傅家不缺我这份工资，但我不想靠任何人，上辈子没人靠得住，这辈子也不想养成依赖的习惯。今天我终于做到了。站在台上的那一刻，看着台下的他们，我突然觉得血缘真的没那么重要。那些愿意在你最难的时候拉你一把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家人。安宁，恭喜你。谢谢哥。给了你3年时间，我想今天是时候了。安宁，我不想只做你的哥哥。舅奶奶那天，我就在现场送你去医院。那时我就在想，这姑娘真勇敢，这么令人心动。不用回答，你的心跳已经给了我答案。